大家帮我点赞。这家店是我在巴黎吃到技术最高的餐厅，没有之一。虽然它的套餐可能是最简陋的，和数量最少的，也是看着最便宜的。餐厅甚至……我今天来吃日本人唯一在巴黎自己开餐厅夺得的米其林3星法餐。先说结论，没踩雷，物有所值，食材都很顶，但感觉有点高估了。再来听我测评这个米其林3星法餐吧。我今天又来吃下上次巴黎吃到觉得水平不错的日本人做的法餐，总体水平不错，缺点是跟上次一半以上菜有点像，可惜就是太便宜了，它可能发挥不出它的实力，法餐实在太卷。上次我吃记得好像是92，这次才75，反而还降价了。我今天来吃2024年巴黎冠军沙威玛，就单独一个沙威玛是8元，我也见过5元的，但是这个肉是我见过最多的，性价比挺高的。OK, thank you。这个奶酪是有点给的多，那就来听我真实测评一下吧。我今天来再次打卡去年7月在巴黎吃的惊喜的餐厅。上次视频一个羊肉一个茄子，吃的真的太惊艳了，所以今天又想再来吃一下。我今天选的是特价午餐，35欧元一个人，前菜、主菜、甜点。我先说结论，还是得1分钱1分货，味道可以，但确实不惊艳，还是得单点吃贵的。我今天去巴黎郊区吃个号称巴黎天才厨师 Top Chef 选手的店，坐车1小时来的，看看值得吗？我今天来蒙马特高地吃法国特色烤鸡。我是看了这个视频，这个博主说这个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烤鸡，我才去的。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他的视频，介绍的特别详细。我今天带来2家巴黎老百姓吃的最多的烤鸡，一家外带店，一家黑鸡店。这第一家最便宜的小鸡腿只要1欧元，第二家一份套餐米饭是18元。第一家的香肠也是1欧元一根。第二家店起源于非洲的黑鸡，连锁黑鸡店，评分4.7分。小红书很多人说好吃，那我来测评一下吧，2家店到底哪家好吃？今天的餐厅是这次巴黎行性价比最高、食材最值得的餐厅。所有主菜食材都很好，没有翻车的，只是酱汁的调味比较奇怪，要不就是太苦，要不就是太酸，那就来看看吧。我今天来吃米其林1星餐厅传统法餐。先说结论，细节没啥毛病，毕竟一个60欧元，一个85欧元的套餐，价格在这里，也没啥亮点，甜品还有点翻车，那就来听我真实聊聊吧。我今天吃个米其林指南，谷歌地图4.8分现代法餐。就这个可以说是最值得讲的反面教材了。先说结论，今天直接踩雷，吃到一半味道太生气，直接叫停了，后面菜别上了，不然亏更多。快要离开巴黎了，再来试试这家晚餐，新的主菜如何？会不会像去年7月羊肉那么惊喜？我点了沙拉、扇贝、烤猪肉。猪肉在欧洲算难度高的菜，看看他做的如何。巴黎吃到最好吃的法餐没有之一，这个视频我前面不敢做，后面还会放出很多家米其林餐厅和街头小吃或者类似盒饭的烤鸡，吃下来技术都不如这家，我吃完了所有全部店才敢点评这个店的，连服务员都是最少的，除了老板就1个服务员。这么低配的餐厅，真的老板技术太强了。我知识有限，按我推理，它的三文鱼和鸡可能是最顶级的食材。鸡我吃2次了，稳定发挥，鸡胸肉都是嫩的，总比那些吹什么产地走地鸡的强。
而且是全熟，全熟才体现技术，半生不熟嫩的简单。吃过太多太多，都忘记了。这个菜入口是有点苦，回味有点甘甜，有点老，奶油味不重，饭很香。这道菜我觉得总体这道菜水平一般，完全不咸，奶油味不重，有一点点微微的酸味，挺好吃的，类似酸奶鱼。有点芹菜的味道。这家店每道菜都写搭配酒，很详细。你们会喝酒的，看一下它搭配的水平如何。这家店是我唯一吃过写搭配酒的菜单，包括米其林3星都不写，虽然他们也有搭配酒的套餐。这个鱼吃的有点像金枪鱼。这是湿鱼，水平太高了，吃着都像金枪鱼了，稍微带一点油脂的香气。这个水平我在欧洲没吃过，在日本的话，人均3万的店做到挺简单的，但是欧洲挺难的。跟上次那个鱼不太一样，特别嫩，有一点点奶，一点腥味都没有。这就是日本的鱼哈马奇，脆甜的萝卜，面包也可以，外面脆里面也不是很刷。之前吃欧洲的生鱼都是乱七八糟的，想模仿日本真的模仿不来。我问老板你怎么做到水平跟日本一样的，他说他跟日本人共事过3年。日本厉害寿司跟欧洲的还有中国核心区别还是腥味和口感。咋感觉旁边的鲑鱼比我的要大？它这个鲑鱼我吃的是全熟的，普通的三文鱼我觉得大家都吃过熟的。基本难吃的点就是腥味重、老。鲑鱼这个东西基本在低档寿司店吃的生的，做的好的还是没腥味和入口能软嫩。全熟的鲑鱼基本都很难吃，但是这个人是完全克服了，一会儿具体说。全熟的鲑鱼，我是去年经验是另一个日本人巴黎餐厅做的，但这次去吃它腥味没把控好，还是有一点腥味。Trout from Banca in Pays Basque region, that's France. Ternip and beurre blanc infused bergamot. 这个是银鳟鱼吗？不知道这个食材什么水平，我都把它当鲑鱼理解了。盘子超级烫，他们家就是少而精。一点三文鱼正常，普通的鱼腥味都没有，很嫩，皮很脆，肉质很细腻，太顶了。它这烤三文鱼太无大家懂的，普通的三文鱼如果是烤出来的话，会有一股三文鱼特有的鱼腥味，它这个完全没有，而且它的那个皮不仅脆，而且还有一种粘嘴的口感，也很好吃。这三文鱼肉太细腻了，吃的都不像三文鱼肉，太嫩了，太顶。哇，这个东西有点苦，嫩苦，是一个蔬菜，然后这萝卜有点像日本那家的萝卜，可能是一个品种，是甜的，口感没那么软。这道三文鱼可以评满分了，这大叔太屌了，太嫩了。我没想到三文鱼可以这种味道，这鱼肉真的太甜，它关键是全熟的都那么甜。下面奶油就一个咸口的香味，也没啥，淡淡奶香，没啥复杂的。
靠近那边吃就有点甜，它每个位置还不一样啊，这道菜太甜，真的太甜。就这个店，一般人可能吃不出这种意境，因为环境、名气、分数都太差了。老板跟我说，他干厨师45年还是35年，我忘记了，反正60岁左右应该。他说他在英国、法国、新加坡、洛杉矶等很多名餐厅米其林干过。虽然那个米其林3星 KEI 看着豪华、名气大、菜色高级，但我觉得水平跟这个老板差太远了。这几个应该是他徒弟学生在做，建议你们别来，一般人吃应该觉得普通，因为这些菜色简直太普通了。三文鱼和鸡简直是没办法让人吃出高级感，还是整点环境好、穿西装的，给你上点龙虾可能觉得好。Roasted pullard, it's a chicken with celery cream, chanterelle mushroom, and chicken juice. On the top, it's mushroom ketchup. Thank you. 我尝尝蘑菇酱。没是蘑菇酱。细腻、粘稠，很粘稠这个蘑菇酱，微微一点咸味。尝一下这个，是一个脆的菜，很脆，没什么味道，加了酱汁也没啥味道，很好吃。这个全熟的鸡胸肉啊，全熟，外表看着平平无奇，跟超市9.9块的一模一样。哇，超嫩！这鸡胸肉一点柴的那种感觉都没有，特别嫩，太香了！你看这个鸡胸肉，看着就平平无奇啊，吃着很嫩，而且很淡，太嫩了，真的比那些烧鸟仙人、日本那些什么世松、烤鸡大师那些，哇，太嫩了，还爆汁，鸡皮带着鸡香味，太夸张了。这鸡最牛的是，咽下去以后，现在口腔全是鸡香味。鸡皮油脂的香味，然后这边鸡腿肉了，这应该鸡腿肉，红肉不是白肉，刚才是白肉。鸡腿肉倒不嫩，口感就很正常，主要是鸡胸肉，但鸡腿肉一嚼就是有香味了，鸡香味爆出来太多了，太夸张了。这世界上最强的烤鸡没有之一，真的最强。烧鸟仙人那些屁股都够不上，太夸张了。太香了，太厉害了！这个厨师老板跟我说，他在新加坡、法国、英国、洛杉矶最顶级的干了45年的餐厅，都是真正厉害的老师傅，跟做视频那种说各种冠军头衔，自己都没个餐厅的比，这才是真材实料的老年人。金针菇吧，比普通的金针菇吃的粘牙一点，挺香的。这个是奶油吧？我妈说不是金针菇，是野生北风菌泡发的。可能我前面那样说伤到一些观众的心了。老师傅厉不厉害，不是看他是什么大厨，在什么酒店工作过，而是看他自己开的餐厅水平怎么样。在我记忆里，我们国内的视频大师好像都没自己餐厅的，
都是什么国家特级厨师、高级面点师，但你要问他餐厅，哎，没有。And vanilla and tonka bean cream. 冰淇淋有水平。是黄的。一点都不甜，两个都不甜，这个奶香味太足了。下面是啥？哇，这个东西甜，但一咬就爆汁，爆点糖水，但是不是那种腻甜，也不油，这个东西太屌了。蛋糕太惊奇了吧？怎么能爆水呢？我靠！这种蛋糕能爆汁，我第一次吃过这种爆汁的。哇！他怎么把水弄进去的？橘子，哇，这橘子质地就是一样。看一下，哇，超甜，甜的有点腻，精致，但是腌制过的。哇，还有苦味，好像是煮过熟的是吧？这个橘子是入口是甜，超甜，甜到腻，然后你觉得腻的时候，它就会上来一点苦味，然后就变成苦的了。这人水平太高。这奶油跟蛋糕要一起吃了。哇，吃着不像蛋糕，因为那蛋糕充满了汁水，太牛了，又颠覆人了。这个冰淇淋又有点像沙冰，太屌了！这盘甜点吃完，最大的感受就是一点都不甜，最后收尾的时候，现在就像没吃过甜点。Hazelnut meringue, cinnamon and vanilla. Cut the free of pear and black truffle OK， chocolate with. 先巧克力，巧克力味道很实，特别苦，但是收尾又不苦。这个糖，一个软糖，带点沙沙的口感，也不甜。这饼干很脆，巧克力味的，也不甜，有黑芝麻。我真想知道，如果给他300欧元的套餐，能做出什么牛的东西呢？这个不是第一次米其林3星了，2020年开始就是米其林3星。这个店属于小而精致的，面积没那么大，环境特别好。我来的最早，后面全部坐满了。That's a red cheese sorbet and upashu. If you want to taste it. 一个沙冰，类似甜的酸梅汁的味道，很清爽。Gougia and Parmesan crispy cheese. After it's a cucumber with black sesame, miso and nuts. And the last one it's a tartlet with yogurt and Spanish sardine. That's the first one. After you have the cucumber and the last one is tartlet. It's all finger food. Enjoy. 超级咸，这个东西像腌制过的，也没啥别的味道。这
这个黄瓜也挺一般的，就普通的黄瓜，没啥特殊的。上面有个咸的。一个奶油泡馍。选的260一个人的，150套餐就5道猪肉的，其他7道260鸽子，360牛排，450和牛。Thank you, sir. But the recipes from Chef K and Frederick Lannon, and that's an olive oil from Sicily. It's an Italian olive oil. 我就按我品尝到的说，不照着他给我的菜单给你们读味道了啊。面包挺香的，里面还有芝麻，面包也不酸。黄油一般没啥特色，质地稍微细腻一点。To start, the Palamo shrimp in ceviche and grilled at the barbecue with a hibiscus foam, caviar crystal and 2 sorbets, one with champagne and one with Kir Royal raspberry. Thank you. 先尝这个，这个冰沙有点苦味，有点苦味的冰沙，看鱼子酱。这鱼子酱质量太好了，吃过最好的鱼子酱，一点腥味都没有，奶的很，应该是生的虾吧，吃着奶香味足的很，不知道什么虾。Inside the smoked salmon, spinach cream and light mayonnaise, sea herbs and fresh flour. And this is a crumble of almonds and black olive. So you just have to mix it well to create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flavors. Everything has to be green and creamy. Okay, thank you. 是一道菜吧，素食。菜挺新鲜的，汁水挺多。这个是像奶油一样味道。下面有芝士，下面有点咸。这个三文鱼比较咸，没有腥味，有点奶香味。里面主要有些是冰镇的口感，但其实蔬菜我觉得没啥特殊高级。This is another classic of Norse cuisine, the sea bass, pan-fried on its puffed scales, so that you can eat the entire fish and enjoy the crispy skin. And you find lemon finger and preserved lemon. On the plate, some tomato jelly and some fire seaweed. And this is pesto with raised clams, cockles and grilled almonds. 这鱼很烫，这鱼品质一点都不惊艳，比较普通，但是也没啥腥味，含着绿子的，上面是脆的这鱼。绿色的汁，有点番茄汁是吧？里面。这鱼的品质不惊艳，还有点干，也不能。这鱼是不是淡水鱼啊？海水鱼好像没有鱼鳞，但是也没刺呀，这个。这柚子，
总结下鱼完全没腥味，新鲜不惊艳，外皮脆，不知道是不是鱼鳞。旁边的那些小菜都不惊艳。这个汁挺酸的，然后有薄荷的味道。Please think nice to smoke with the Thank you. It's on top of shiitake and enoki mushrooms with some pieces of peanuts and sesame. Also some tapioca. At the left of the plate, sweet chili condiment. And this is langoustine sauce with cognac. And I'll leave it. Mm. 这龙虾很脆很甜，一点腥骚味都没有，不错，顶级龙虾。但不是我吃过最顶的，最顶的更柔嫩，这个就是类似国内只是没异味的。下面那些酱汁不好吃，没什么蘑菇的香味，只有咸味。哇，这个超辣，魔鬼辣，魔鬼辣椒。Roasted and Jordan almond on top of the skin, a caramelized apple on which you find the tapenade made with the liver of the pigeon. This is a poultry sauce, and you also find a Granny Smith condiment.它这鸽子不像鸽子吃的，像牛肉。刚开始吃很顶，口感肥嫩无腥味，吃多了觉得像在吃肝脏，也没那么好吃了。这是个苹果吧？这个甜的水果味道一般，没特点，基本没用心。给了一个冰，酸的甜的忘了，反正没啥特点。Sorbet yogurt with olives and feta. Olive juice. 酸奶沙冰吧，就细腻点，没吃出太大区别。就一个普通的酸奶沙冰，没那么腻。This is the version of the tarte tatin. Inside, caramelized apple with crumbled feuilletine, vanilla ice cream and puffed sugar like a cotton candy. For the tasting, just take the spoon and go deep to eat everything together. Thank you. 上面这个糖就是高档的，你们吃过那个转动物的那种糖。下面就一个酸角糕，淘宝上有卖的，没啥惊艳的甜品，还不如便宜的那几个，有点区别，但区别不太大。And that's a tablet with chocolate and salted caramel. For the degustation, that's the first one. 主菜全靠食材压着，后面这几个甜品不用点评了，没啥技术含量。Déjà un meuble au-dessus. Celui-là ouais. Et un meuble cette purée qui est modération. 这个土豆丝是油封三文鱼下面的。应该是覆粉子甜菜根，实在太惊艳了，我以为是萝卜。我想吃这个人125欧元以上有硬菜的欧玛卡塞，75真的没啥硬菜。你们如果来巴黎玩，可以去试试，水平真的可以，就是菜单更新太慢了。他现在这个应该是在做咖喱鸡米饭，也是相当好吃，之前视频拍过。légèrement sucré, au niveau texture, vous allez avoir quelque chose d'assez soft en bouche. On a rajouté quelque chose pour contrebalancer ce côté soft. Avec autre chose.
Et en fait, les carottes remplaçaient les merguez. Donc, ce que tu aurais pu. 现在是在做黑松露奶油通心粉。奶油通心粉是像这样做的吗？你们可以学学看。Dans le Ferrel, c'est souvent des choses type street food, dans les coins. 客人坐满了，看着很辛苦很忙，2个人真的忙不过来。我们之前拍，厨房最少得坐4个人。 Ça n'a rien à voir, mais t'as tous les matins. Fais-toi dans la soupe. Et je veux Sweet potato soup, coffee cream. Sweet potato. Sweet potato. Coffee cream. Plus the bottom is made with brioche. Awesome. Amazing. Enjoy it. 奶油红薯汤，红薯味香浓，奶油味淡，我吃着像冰淇淋化开的味道，挺好吃的。qui peut être intéressant si tu veux en viser c'est quand tu as un autre 3 semaines, je pense que tu rajoutes 2 jours. Tu fais un petit peu moins de réunions, mais c'était pas le cas à la Réunion. Parce qu'en fait, la Réunion, c'est hyper cool. Non, bien sûr. La difficulté avec la jouer, c'est que c'est 160 apparemment, ça reste un peu là. Vraiment, la fibre, c'est très très beau. Au niveau des randonnées, magnifique. Et je pense que ouais, You have the beet. Simple falafel. You have a hummus beet, below the roasted beet on the top. You have some crushed cashew on it, beet leaf. Plus, we put raspberry vinegar and some raspberry on it because we can break the acidity with that. We put something from my country. I'm from Middle East, and this is awesome. The chef made it. It's made home. And this is za'atar. Okay.相当惊艳，比其他几个米其林的蔬菜都惊艳，比路易那个芹菜更惊艳。清甜中炖萝卜，但是没烂的口感，还带了一点覆盆子的酸绝。Fresh from the market, the red children. You have a tortilla made by the chef there. You have a ragu made with chili bean, red chili bean. On top of that, you have avocado cream, plus the ricotta made home. And I don't know the name in English, but in French it's called cresson. The herbs on top. Cresson. You want cresson? Perfect. This is cresson. And you have some powder on top of it and everywhere on the dish. It's za'atar, because we like it. We love it. 红豆泥味道的一道菜，还带一点辣味，上面芝士质量不错，但总体这道菜味道一般，吃多了就在吃红豆泥，没啥意思。À ce moment-là, le producteur, ce réalisateur, il a cherché le créateur, c'est un peu tombé comme moi. Sur l'intérieur, j'avais trouvé une maison qui en faisait aussi. Enfin, ce qui m'étonne. À 22h, c'est pas possible. The potato, sorry.
confit with cream cheese, smoked cream, sorry, with green oil. 今天这道最顶的菜没上次好吃，油封三文鱼带了一点点腥味，上次是一点都没有，没有腥味到极致。这道菜是让我最期待的，首先是它看着像生肉，但吃着是全熟的肉。你们看着肯定不信，一看就是生的三文鱼，看着都没变色，确实口感是软嫩的熟肉。这是我吃过最顶的三文鱼之二，是真的顶哭了，偶尔发挥失误吧，但是柔嫩度和口感还是挺不错的。 The mac and cheese. Wait, mom. Okay. Come back. Don't touch. 这道菜也顶，是我吃过奶油味最香浓的意大利面，面的口感也好，很弹。黑松露是撒了粉，松露味很重，但是带了香菇。我记得上次好像不是香菇，是黑松露的碎，黑松露会更好吃一点。 Potatoes avec carottes rôties, canard laqué et jus de canard. 鸭肉比上次好吃，这次完全没鸭的血腥味，口感还嫩了一点，但整体这道菜不厉害。 Parce que du coup, ce qui était drôle, c'est qu'il est redescendu. Ça veut dire qu'il y avait une maman en haut, je sais plus laquelle, qui a laissé descendre. Donc, soit on a compris que la maman qui est sur le cours en train de dormir n'est pas en train de dormir. Les mamans qui sont endormies, je crois que 顶级甜品是我在巴黎吃到唯二我认可的甜品，其他都太甜了，还腻。芒果冰淇淋、奶油蛋糕都很清甜，虽然便宜，但是很高级的甜品的味道，至少比那个米其林3星 KEI 要好。土耳其烤肉卷饼我也吃得多了，还没吃过冠军的，那来看看水平到底如何。沙威玛这些类似土耳其卷饼的烤肉店，就类似国内面条的快餐店，基本满街都是。跟面条米粉同理，水平肯定有高低。那我们就用国内同样的视角来看看水平到底如何吧。首先看老板和顾客的国籍，感觉都不是土耳其或者清真的。菜单也比较杂乱，什么快餐都有。首先定位就是融合菜，比如正宗的重庆小面，肯定要老板是重庆的，而且大部分在店里吃饭的人要是四川人才正宗。那我们就以一个快餐店来测评吧，还是不要那么纠结，生意都是特别好。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么好的生意，这一条肉从生的开始做的话，来得及吗？现在不太能确定这个是不是半成品。先说结论，我主观认为味道还行，但是这些也要客观思考分析一下。看视频肯定能看出来，肉的焦香味就很香。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China? Yeah. Yeah. Enjoy Paris. Yeah. 老板是真的热情，各种介绍还送糖，老网红店。 Last year? Yeah. This year, 2025? 一般土耳其烤肉店是有鸡肉和羊肉两种选择，他们家只有鸡肉。我平时也挺喜欢吃羊肉的，因为他们这种一般羊肉都没有膻味。像这样刮肉真的挺解压的。
是我见过塞肉塞的真的最多的一家，没有之一。我选的是经典款，我妈选的是没有奶酪的款。经典款是带辣味的，她问我要什么辣，我说特辣，要最辣的。薯条就是正常土耳其烤肉店的配置，半成品算科技。10元以内的我还没见过自己切土豆炸的，基本平价餐厅人均10元以内的都是半成品，跟肯德基是一样的。人均上到20左右欧元的快餐店就有自己切自己炸的了。辣椒酱有点工业辣的感觉，但是不粘舌头，也可能不是工业辣。鸡肉还是有香味的，有一点点咸，不是很咸。结论，味道还可以的。芝士吃着有点腻，这样看虽然挺爽的，个人口味不太喜欢芝士那么多。我第一口只吃到肉和饼，还没吃到中间的芝士，味道挺好吃的，饼的口感也厚实，饼有点类似国内厚的烧饼，个人感觉比肉夹馍好吃。就这个菜和芝士一起吃，吃着太酸了，吃不太习惯。直接这样干了一口，芝士和这个菜把肉香味全部都盖住了。个人觉得这样吃不是很搭配。我把芝士和那个酸的菜全部扒掉了，然后再吃一口，发现里面有糊的蔬菜，个人觉得也不是很搭配。因为我当时要了特辣，里面还有很多辣椒，味道就挺辣的。个人觉得芝士加酸菜加辣椒，完全把肉香味和饼香味盖住了，吃着真的有点莫名其妙。所以我又加了一个只有肉和饼的，其他什么都不放，就吃食材的本味，看它饼和肉的味道咋样。确实这样吃起来味道就挺好的，肉本来就有香味了，饼也有面香。鸡肉很瘦，但是不柴也不油，吃着还是很弹的，微微一点咸味。如果你们第一次来吃，可以尝试原版，第一次吃挺爽的，什么料都多。回归本质，这家的鸡肉味道挺好的，饼也很好吃，我个人喜欢什么都不加。薯条可以不点，就点一个饮料加沙威玛，就10元，很划算。如果你们喜欢吃麦当劳的薯条的话，那也点薯条也行。我过了几天又来吃了一次，味道确实很不错。如果来巴黎玩想省钱，可以来试试。我今天来吃个米其林1星现代法餐。先说结论，还可以，没踩雷。除了最后几道甜点水平一般，有点过甜，都挺好的，钱没浪费，性价比高。旁边有个老板开的平价饮食店，开始走错了，旁边才是米其林法餐欧玛卡塞。This is the yellow curry grissini. It's served with some vegetal cheese. It's made with some fermented cashew nuts. Okay. 就是个饼干条，味道一般，跟便利店买的差不多。说什么特制芝士酱也没吃出来。就这个是总厨家老板，我在网页看到过他。
appetizer, I explain, and on the way of the testing. In front of you, you have some tacos with corn cream and lime, made with some sweet French mustard. You have some jelly beetroot inside, and on top you have sesame seeds and wasabi. And for the hand, you have the crunchy camembert with pomelos. The pomelos is one variety of grapefruits. You start with your fingers, and don't worry, I give you the juice after 1 minute. Enjoy. 就这个东西带点姜味和柚子的酸味，挺好吃的，脆的。就这个的东西有点芥末的辣甜的味道，也挺好吃的。就这个黄色的有酸橙的味道，还带点荞麦的苦味，具体啥我也忘了，反正这道菜挺惊艳的。就这个东西是芹菜根。In the crust of salt, the crust of salt is made with some flour, white eggs, and salt. And when you cook the celebrac like that, it's very tenderly and soft. 整颗芹菜包裹盐壳烘烤，其汁液提取后与开心果和法国干薏橙白葡萄酒乳化。面包就是法国传统酸面包，好在外皮不苦。Seaweed butter with a knife for the butter. 海藻黄油不错的，入口有点咸，马上1秒收住。Qu'est-ce que c'est? It is a celeriac. It is a celeriac, and you have yellow wine sauce with a owl of pistachio. Excuse me. And wait my colleague because other elements arrive. Come back. Aussi être caviaré. 汤汁很惊艳，奶酪奶油的香味加上类似白酒的味道，但是一点苦味都没。芹菜根吃着像萝卜一样，软糯带点甜味，口感像没炖熟炖烂的萝卜。鱼子酱没吃出腥味，但也没吃出其他味道，好像比之前视频比利时皇家鱼子酱要好。Tiramisu. On the first tip, you have some cow crumble with black truffle. On top, you have some delight. Black truffle, yes. On top, you have some delight potatoes mousse with meat juice reduction and truffle. On top, cacao powder, fresh black truffle, and is smoked just before to serve. 打开盖子，像打了枪的烟味。马上一股黑松露的香味扑面而来，奶酪的香味和黑松露的香味，但我没吃出马铃薯的味道，就总体还带一点微微的苦味，但马上就消失了。下面还有一点脆的像巧克力的东西，这个菜味道还挺好吃的，但是不惊艳。I explain everything. Alors, this is the codfish from Normandy. It's cooked 15 minutes at 62 degrees. Around you have the short leaves, just burn at the flame before to serve. Inside you have some Winkles persillade, made with some orange zest, and is served with some carrot juice reduction, ginger and lemon. Ginger. 诺曼底海钓的新鲜鳕鱼。就这道鳕鱼放在面前，扑面而来就是鱼味，不是腥味，挺神奇的。就这个盘子很烫，有细节的。
真诚是吧？鱼肉特别嫩，入口就爆开，但不是我吃过欧洲最顶的鳕鱼。没有腥味，看品相其实就不够雪白。我吃过更顶的，只是今年他没做，没办法。酱汁带点淡淡的姜味，还有点甜，不过甜，酱汁真的顶。海螺肉没腥味，比较脆，还可以的。瑞士甜菜叶带点甜味，确实可以，但其实是包裹的鱼肉的时候更好吃。鳕鱼这种常见的鱼，顶级和普通的差距挺大的，其实。就今天这个比之前吃的便宜的好，但比顶级的还是差点。Angus beef, but it's from French Britain. You live in front of the ocean. That's why you serve with some pan-fried oyster. You have some cucumber, red cabbage, sesame seeds, and the famous Angus sauce made with some pepper, soya sauce, and butter. Merci. 生蚝的外皮好吃，有一股烟熏味，但是里面还是有点生蚝的腥味，反正水平一般。法国产的牛肉品质不错，没有牛膻味，外皮有一股真正的牛香味，也不老，也没血腥味，口感属于有韧性的。就这道菜还可以，这刀工很牛，黄瓜都切成这种丝了，搭配紫色的包菜，带点甜味，蔬菜弄得也好吃。Top you have some cheeky Earl Grey tea jelly, sage ice cream, and the crystallized cheese leaves. 脆的叶子还带点苦味，还有点黄糖的甜味，还可以。就这冰淇淋水平正常，不过甜，不惊艳。下面那个果冻味道很淡，就拌着吃就增加个口感。就这道甜品还行，但不惊艳。This is the apple poached in the saffron syrup. Under the plate you have some coffee crumble, and it's served with vanilla ice cream, but it's made with some white miso and muscat nuts. 苹果有点腌制过甜的甜味，能想象的味道，但吃多了有点过甜。冰淇淋跟刚才味道也差不多，虽然它好像说味道不一样。我总结一下，基本没什么让我惊艳感动的菜，但是味道都很在线，也没什么雷。2个人吃了250欧元，很值得这个价位。上海这个价位做不出这种味道，服务也挺好的。如果来巴黎玩的话，可以来试试。就这个比去年7月份做视频那个米其林3星 Zelt 味道好多了，还便宜很多。Ginger, mango, little curry, and vanilla. The second cases it is a tartelette lemon and a dill. And just here it is a truffle of chocolate, 70% of cacao. Guanara is the name of this chocolate, and passion inside. I suggest eating the order to announce the milliards. The first, about finish. Okay, thank you. 这第一个芒果的甜点太甜了，给我妈腻到了。能吃出来应该是店里做的，还可以。接下来是柠檬酸味的甜点，总体是酸，最后巧克力很扎实，带点苦味。我现在是尽量先选最便宜的试试水。我也刷抖音看了很多米其林3星的菜类，有些也不是难吃，就是感觉吃完一整道太普通。我妈咖塞这种玩意儿不能后悔就太烦。这家店的老板好像是越南人，我现在感觉有亚洲人的餐厅好像会好一点，稍微做的细一点，好像我喜欢吃的这些都是亚洲人的。
巴黎吃过这些店的菜单，我感觉国内写不出来。如果要写出来负法律责任真实的话，那冰冻肉半成品预制菜基本没办法写。法国的这个菜单基本承诺所有肉都是法国产的。国内有良心的店家，我建议也学写这种菜单，不写的基本可以默认是冰冻肉了，写了基本可以负法律责任。国内也有很多抖音上的维权哥，敢写的话基本问题不大。他们家在米其林推荐上是农场时令菜，他们家的食材确实有很多让我惊艳的。像这种店的经营模式，基本不可能评选为法国米其林带星的。带星，我感觉还要看服务员的穿着，或者是菜单，就大部分都是那种套餐形式的。我只遇到过一家，目前没服务员是米其林1星的，味道确实让我惊艳。过几期我再发。我感觉米其林3星是要看餐厅面积和环境的，太小的那种也不可能是3星。国外员工成本很高的，搞一堆穿西装的成本很高的，卖300-400欧元一个人，租那么大的店，可能只能压缩食材成本了。我推理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你们指出。说一家米其林3星给我，餐厅面积小，人员少，没穿着随意，没服务，但是评选是3星的。你们可以推荐我一家真正3星味道好，不看服务，纯吃味道的。我穷，珍惜钱，踩雷一肚子气，现在都不敢乱验证很多餐厅了。除非哪天做视频能回血，那就可以随便去乱验证那些贵的，浪费说实话也无所谓。奶油牛肝菌汤满分，不惊艳，但味道浓郁，奶油品质很高，很香醇不腻。跟脑子里普通西餐厅的蘑菇汤不是一种东西。猪肝鸡肝冻没有一丝腥味，保留原有食材的味道，能吃出来是鸡肝猪肝做的，而且还类似是生的都能没腥味，吃着又是类似肉饼的味道。就这道菜水平实在太高了，食材必须很新鲜，去腥技术必须很高超才行。来他们家可以往难度高的菜去点，我去很多店都不敢点难度高的菜。难度高的是什么菜？就是那些内脏呀，什么奇怪的动物这些，或者是生的。面包很用心，有南瓜的和原味的，酸味很淡，符合亚洲人的口味，品质也很高。紫色卷心菜很脆，里面都是水。他们家的蔬菜在这种价位品质是不一样的。生菜一咬就爆脆甜的水，跟普通的那些店完全不一样。西餐大部分生菜我都不吃的，而且它在菜上淋了一层清爽的醋汁，还带点甜味，让清新的口味又升一级。这个价位用心的，普通的店也会淋，但淋的跟这不是一个东西。又配了一盘菜配主菜，这一盘是熟的菜。草莓酱很好吃，不知道是不是自制的，感觉像自制的，甜的很独特，都形容不来，微微带一点酸味。胡萝卜口感很实，带一点清甜，跟国内普通的不太一样。我们选的香草牛肉派和卡奥尔红酒炖猪脸肉，香草风味的南瓜泥挺好吃的，满分。下面牛肉就是类似汉堡肉的味道，牛肉很普通，吃太大块还会有一点咸。这个菜根也很好吃，没炖烂，但是口感挺软糯的。猪肉酒味很浓，但能吃出来可能猪没放血，有点猪骚味。
不太建议吃国外的猪肉，没中国的好吃。好像只有伊比利亚的猪肉味道是正常的，跟国内一样的味道。刚才类似五花肉小条猪肉，类似国内烟熏火腿的味道。它压猪骚味是压下去了，但是我能吃出来压了，本身是有骚味的猪的。反正出国不太建议吃猪肉，平均水平都不太行。但是没办法，有时候只能选这个。我妈是没吃出来有没有猪骚味的，因为它那个酒味道很重，而且有点咸，普通人可能不太吃得出来。我最近吃的几个餐厅好像都看到这道菜，建议别点。国内红烧肉拿来这里直接降维打击，这类菜确实做的不如国内。它刚才有个蘑菇，味道还行吧，带点奶油香味。苹果派甜点几乎满分，上面有个太妃糖，缺点就是这种做法稍微有点油。苹果派是完全不甜的，挺好吃的。上面这个糖配下面的面不是甜腻，是糖的香浓味。甜点是有水平的，就是有一点油，糖是有糖香的。还是不建议点特价套餐，基本没什么大菜，不太适合中国人。上次给5颗星是羊肉真的太优秀了。午餐套餐倒是很便宜，65块一个人。环境不错，餐桌很有质感，餐具也挺高级的。You have a free main course, you have a free dessert. Yes. Okay, just for the It's a canapé, the name, it's a starter before starters. Okay. For to start, this is a corn crepes with a Bavaroise corn. Second, you have a mussel tartelette with a yellow beetroot and the pine. And for to finish, you have a eggplant caviar. Okay. Enjoy. Okay. 反正一咬就是奶油味。哇，这个一咬奶油有点酸，也没啥特殊的味道，这稍微酸一点。刚才那个里面好像有肉，这个是烫的，这个是炭吧，好像下面，这个是热的。哇，好烫这个，苦了这个是。反正这3个东西都是奶油，一个甜的，一个酸的，还有个苦的，也没啥特殊味道，反正味道也一般。第3个有点苦，又有点咸，不好吃。Just have that the amuse bouche. That's a blind meal. Enjoy. 这就咸酸奶，有点奶油味。哇，太咸了，咸的我喉咙疼。里面还有点菜，菜也超级咸。下面那个菜超级苦，没搞懂这道菜是吃啥，又咸又苦。Let's take the celery.
Merci. 这面包挺特别的，味道还行，也不是特别酸，外皮很脆。这个面包比其他店的面包要好一点，但你说味道有多好也没有，就是看着完全不一样。黄油放了点花，有点苦，没搞懂为啥要这样弄，反正是有点苦，也不知道是黄油苦还是面包苦。味道就蛮正常的，但这面包质感肯定不一样，跟其他的不一样。这个面包应该是所有里面最好的一家，目前在巴黎吃过，很健康。Thank you. Okay, for you, this is a flour of celery rave. Okay, it's a candy flour with a beurre blanc with café and the hazelnut in the top. And you have a juice of the celery. And for you, this is the egg fries with the mousseline of a cocoa pimple. Enjoy. 一个菜，没什么味道。不是很好吃，有点没味道，有一点点酸，但这个酸不是醋汁的酸。然后下面这个汤，苦的要死，不好吃。下面有点像土豆泥。尝尝这个脆的，脆的有点像炸的土豆丝，没啥味道，应该是个面炸的吧。尝尝这个白的，应该是鸡蛋，下面是鸡蛋。你说这东西要有啥特殊好吃的味道？那没有，这东西有点像中国那个菜蛋黄土豆丝，咸鸭蛋搞的。然后下面有个荷包蛋，好像这个是荷包蛋。下面看到蛋黄哦，这里是蛋黄，荷包蛋。这个东西味道也还行，但是你说这种就是有点像那种忽悠的法餐了，就是中国人模仿摆个盘吃一下那种。这菜给我的感觉就是上面一个这种炸的丝，加下面一个荷包蛋，就这种一个菜，特殊惊艳的味道没有。吃鱼的餐具挺奇怪的。This is the scray. It's a small fish from north of Europe. Just light cooking with chou-fleur and screen juice. Yellow poultry from south of France, salsify and Saint-Christophe salsify. Chuck nut mousseline and volaille juice. Enjoy. 这鱼其实看品相就不是顶级，我还没吃就看出来了。腥味味道正常，就一个还是嫩的，但不是顶级的，有一点回鱼味。尝个我妈的虾，虾有点咸，嫩还是嫩的，太咸了真的。这个鸡全熟的，看看它顶不顶。鸡胸肉啊，这应该是鸡胸肉。比较有点柴，就是一块鸡胸肉，基本是可以说踩坑。我没吃出鸡香味。尝尝这是啥？
个类似土豆的东西吧，不好吃，有点苦，没啥味道，就有一点苦味吧。这啥真的吃不懂，看鸡皮香不香吧。鸡皮里面有点油脂，但是鸡可能品质好，但是我觉得鸡胸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这鸡我是真没吃懂，闻是闻得到有股香味，像这样闻，但是口感它就是个老的鸡胸肉。For your dessert, this is a queen's roast, okay? And you have ice cream with a roast queens and a queen's pouch. And you have a juice of queens and the aloe vera, okay? And for you, this is a chestnut with blackberry fermentation. Okay, enjoy. 一个沙冰，带点酸味，味道挺淡的。哇，太甜了，甜的我要吐了。这蛋糕，蛋糕是硬的，还以为是软的。蛋糕还不错，丝滑，清甜不过甜，没那么甜，再尝一下。蛋糕里面还有蓝莓，好像黑莓，很冰。这甜点还行，不是很甜。花朵是个冰沙吧？哇，超苦，黑莓冰沙苦到不想吃了。哎，这店马马虎虎吧，评分都不想评。这蛋糕吃到下面超级酸。Okay, this is a tartelette with apple and ginger. This it's grapefruit and the pepper. And this it's a little Christmas cake in French with chocolate and spicy Christmas. Spicy. Yeah. 这个是个硬的，这好像也是冰的。里面有个水果，水果特别甜。这水果太甜了。巧克力这。巧克力蛋糕品质不错，这巧克力可以，也不甜。这稍微有点酸的酸奶，马马虎虎，还可以，有点柠檬香。那就来看看这个400块人民币半只的烤鸡到底好不好吃。这蒙马特高地太难走了，坐地铁到附近还走了几百米，全是上坡，挺费劲的。饭，看视频介绍，这个鸡是先煮后烤的。烤鸡不是直接生烤能好吃吗？厨师在做炒蘑菇，那个炒蘑菇我也点了，一会儿给你们说一说。You like a chicken cocorico, coco fish? Like? Oh.
我看到现在是没看出跟普通烤鸡有什么区别。我大概搞清楚了，它这个鸡是烤熟了，等凉了，然后2次加热再给你吃的。在我的认知里，烤鸡必须吃刚出锅的才好吃。不过那个 Croissant 是打破了我的认知，它的那个烤鸡是2次加热的。我点的是2个1/4的套餐。鸡的颜色还挺好看，金色的。国内的烤鸡大部分都是红色的吧。好像是把鸡切了放进去2次加热的。沙拉就普通的吃草，一个酸味的调汁，没啥特色。虽然土豆泥看着有点油，吃着不油腻，入味了。土豆泥做的真的很不错。但是这个鸡的品相我是看着有点无语的，就这400块半只的鸡，鸡肉一般，带皮的是鸡油脂，有鸡油脂的香味的，但是整体肉质很普通。就普通欧洲超市水平的平均水平。吃过欧洲家乐福的烤鸡吧，就比那个品质可能要稍微好一点，基本可以说差不多。鸡肉其实味道很正常，能接受，但是下面的这个酱汁我真的很不能接受。就这个酱汁是温热偏冷的，一点都不鲜，吃着一股老旧的味道。就这个鸡你们看图能看出肉质并不漂亮，看着肉质很死，也不新鲜的感觉。花这个钱吃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搞笑。对我来说，如果一个东西味道品质在线，能吃得出材料用的不一样，那我就能接受这个价格或者贵的价格。就为什么前几天有些法餐吃多了没激情了，但能吃得出来材料技术在那里，所以我还是该给人家该有的分数肯定是给。蘑菇来了，吃吃看蘑菇水平咋样？蘑菇的味道就像用没打浮沫的鸡汤煮的，一股老旧的蒿味。材料就是一吃就是人工养殖的蘑菇，
不过14欧元这个价位正常，但是做法完全不能接受。我今天妥妥大冤种，虽然以前吃易贵和很多人说觉得贵，但我觉得吃的产品没啥问题，就不用抱怨。如果产品差贵，那我肯定骂，吃贵的踩雷比吃便宜的踩雷难受多了。有没有观众是大神，懂鸡到底能不能煮了又烤还能好吃的？我个人感觉这个做法就不太可能让鸡肉变好吃了。我感觉可能问题最大的就是下面那个汁，把烤鸡泡在汤汁里，还是那种有股蒿味的老旧汤汁，那真的就是灾难，真的。我是没办法，不浪费，勉强还是能吃的。烤过的大蒜还是蛮好吃的。我再试试这个酸面包蘸汤汁会不会好吃一点，结果还是很残酷，还是不太行。我今天就不评分了，也还是能吃完不浪费的，就是真的没有吹的那么神奇，说这个是世界第一烤鸡，就这个蘑菇是真的不好吃，我基本都浪费了。晚上7点多，来到一个看似不是很富裕的区域，感觉走在街上有点压力。玩了会儿手机，一转眼马上就排队了。这个店的生意确实挺好。这个价格确实不怎么贵，我没见过更便宜的。确实是店里现场烤的。烤鸡已经卖完了，只能买鸡腿了。我过几天又去买了一个烤鸡，没拍视频。烤鸡比单独买的味道要好一些。买了2个鸡大腿，2个鸡小腿，2根香肠。香肠是淀粉肠，不要再说只有中国是淀粉肠了。比王中王淀粉肠质量肯定好很多，但是味道也一般，纯肉的才好吃。小鸡腿肉挺干的，冻的肯定的，不怎么好吃，不过没腥味。这个是1欧元一个。大鸡腿稍微好吃一点，但也有点干，没小鸡腿的干。肯定没有全鸡好吃，里面最好吃的就是全鸡。来巴黎玩想省钱体验本地人吃的可以试试，别抱太大希望，10欧元以内可以吃到撑死。整体调味就是一个超市烤鸡烤糊的调味，很正常的味道。现在去另一个黑鸡店餐厅里坐着吃，就这个区域看着也不是太好。这个店是连锁店，就最火的店好像是在18区。18区好像挺乱的，我不敢去。看着店员和吃饭的食客还挺正宗的，都是黑人兄弟。连锁店反正老问题了，就不多说了。我去厨房跑了一圈，大概就这回事。就这个大米饭瞬间回到中国的感觉，大米饭煮的水平跟中国也是一样的。黑鸡就是烤糊的鸡，可能他们觉得烤糊了才香吧。你们有兴趣可以看那个小钟在非洲，在非洲街头吃的，长得有点像这个。鸡皮很酥脆，鸡腿不柴，味道挺好的，跟中国的水平差不多。要换算成人民币的话，肯定不值得，没啥特殊的味道，就是一个正常的烤鸡。鸡的味道和品质会比刚才视频第一个7.5欧元的鸡味道要好很多。右边的酱汁就是一个蛋黄奶油酱的调味，我更喜欢右边的酱汁。左边的酱汁味道忘记了，反正都是连锁店的大货，
不是店里自制的。吃到后面鸡胸肉太柴的话，配酱汁吃就比较合适了。我个人觉得这个鸡比那天那个高级烤鸡要好吃多了，虽然可能是连锁店半成品，就是工厂加工好，然后放到店里只稍微烤一下或者加热一下的货。因为这个确实没有什么怪味，外皮还挺香的，虽然鸡胸肉肯定老和干一点。像那个高级烤鸡泡着汤汁，汤汁有一股哈拉味，鸡也温热不烫，不太好吃。就这个米饭味道跟中国一模一样的，颗粒分明，一粒一粒的，虽然稍微干了点。如果要来吃的话，我看小红书说中午会比较合适，中午是现烤出来的，好像鸡还带汁，而且中午好像有优惠，只要10元一份。我吃的晚上是复热的，味道肯定差一点，不难吃也能接受，反正比 Costco 的烤鸡要好吃多。现在吃到鸡胸肉了，确实柴，但是蘸着那个奶油酱的话，味道还可以，能吃完。我妈鸡胸肉是她浪费的，她吃不了太干的，我帮她吃完。她是不太喜欢蘸奶油酱吃。年纪大的人应该都吃不来这种连锁店大货的酱汁，现熬的应该吃得来。我总结一下，现在这家店综合味道比第一家店好吃。第一家店的工业味比第二家店要重，鸡也没第二家新鲜，虽然第二家鸡也很干。欧洲国家真的大部分东西就是1分钱1分货，跟我们国家不太一样。我们国家很多贵的东西都是坑，让大部分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只选最便宜的。这种想法其实也不错，确实很多便宜的也有好的，但现在越来越多便宜的东西也是坑了，没办法，人家真的没利润，只能做套路。下次有机会再来巴黎，找找更好吃的烤鸡吧。主要是那个亏损提起了我对巴黎烤鸡的兴趣。鸡胸肉我是吃完了，蘸酱吃的话味道还是可以的，不蘸酱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接受不太了这个味道。就这种快餐连锁店就不平分了，比麦当劳好吃对吧？只不过它也给了我们可以不蘸酱汁的选择，这样吃就完全没毛病。如果来巴黎只能订一家店，讲究品质好价格低，那我推荐这家。全是年轻的厨师，还有3个亚洲人。 So this is a seaweed roast with Thai coriander, and this is a venison croquettes with saffron aioli. Okay, thank you. 酸咸酸咸的，有香菜，后面出了点奶油味。一口吃吧。应该是一口吃。不炸的肉，咸到不行。普通的炸鸡肉质挺好的。面包是冷的，这家很多设定我都没看懂。 Let's start with the sea bass, oyster, grapefruit, and avocado. Okay. 先尝一下生蚝，下面有个吃鱼还是啥？吃鱼还是啥？哦，不是，应该是。哇，超级酸，鱼的品质还可以。是生蚝还得有腥味。鱼的品质很好，很脆很新鲜，还带一点淡淡的奶香。这个反正日料里我天天见的鱼，石鱼吧，好像是应该。我妈说这个橙子好吃，尝一个。我靠，它这橙子太甜了。
这是醋放多了吧？太酸了。湿鱼品质可以，牛油果没啥特色，太普通。超级酸，酸的我要吐了，每一眼都睁不开。Buckwheat, it's like a risotto but with the wheat, with the mushroom, truffle juice and fodder. Okay, thank you. 这个像个树的是啥？奶酪吧，类似于冰淇淋，有点沙。还有点豆瓣酱的味儿。洋葱，就普通的洋葱。哇，这黑松露香，这不是黑松露吧？蘑菇。mushroom。搞了点黑松露的粉，就一个平菇撒了黑松露的粉，但它这粉太强了。下面是米吧？不是米，是个藜麦、藜麦。Fennel chips. And what's this? It's fennel. Fennel. Fennel, yes, with the fennel chips. 哎呀，不用切了，一口吃吧。上面是甜的，肉感不错。中间可能是生的，但是没看到很嫩，不够熟。哦，是全熟了。这是纯嫩顶的，但是安特卫普那个还有点烧烤的味道，它虽然嫩。这是啥？哇，那小片肉太腥了，难吃的一批，就咸。不会是什么鲱鱼罐头吧？哇，这黄的超苦，这个哇太垃圾了！那么新鲜的食材要配那么夸张的酱，有点搞不懂。这个就是橘子跟柠檬皮弄的，超级苦，我不想吃。这是大葱嘛？大葱挺好。哇，酸到吐！这啥鬼酸的？搞那么酸干嘛？那么新鲜的食材。还在研究思考做菜的笔记，真厉害。This is the sea bass with mayo lime roasted and haddock juice. Enjoy. 这种鱼看着真的太腥了吧，有点不像海鱼。一点腥味都没有，很嫩。这个鱼还是挺。哇，太酸了！这个橘子还是啥？酸的我眼睛瞎了又。大口吃一口，看有没有腥味。酱汁不在了，太酸了。超嫩，细柔新鲜，鲜。这个鱼是有鲜味的。
不像前几天那些鱼。这包菜就普通的包菜，很普通。这是啥？对鱼肉吗？这个也是鱼肉，碎的。但这个鱼好像口感不太一样，也挺好吃。这个鱼也挺好吃，不一样的鱼，口感稍微能吃到丝状的口感，但也是一点腥。Merci. 他说是个鸡配什么？直接一口吃。我说我。这鸡特别紧实，没有腥味，有点面。这鸡属于太紧实了，有点老，比上家店要菜一点。鸡胸肉是嫩的，有点没熟了，没有腥味，有点血。这个工艺就比那个差，那个是做到全熟嫩，这个是生的嫩。味道还可以，功力没那个深。就普通的土豆，带点甜味，一般。还是土豆，土豆用这个土豆比较沙，比那个土豆好吃。在下面还是酸的一个甜味，有点酸。胡萝卜还可以，但没那家53的胡萝卜太面了，脆皮。又是一个酸的调味。哎，但香，回味这个脆皮挺香的。这个是炸鸡肉，哇，超苦这里，这个太苦了。And what's this? It's a dumpling. Dumpling. Yes, of apple. Oh. It's with the tamarind, nut spreading, and the grape juice. And on the left is the white chocolate and wasabi ice cream. It's with citrus and lychee. This one first, and you will finish with this one. Okay, thank you. 甜的饺子吃不来，苹果酱嘛里面是，有点过甜了，不好吃。哇，冰淇淋还行吧，不甜，冰淇淋倒不甜。这冰淇淋再搞点花生碎。这不是冰淇淋，这是个沙冰。哇，这酸的我眼睛要哭出来眼泪了。但是果酸，不是片白色片带点柠檬味，有点太甜了。我让冰淇淋。太甜了。这不是冰淇淋，这是一个奶打的薄纱吧，泡沫，有椰奶的味道，太甜，过甜的，过甜，差点水平没到家。然后下面还有芥末的味道，看这橘子。
哇，超，这橘子好苦。 Chocolate, this is the chocolate. It's with the black sesame praline and the yenduya. 这么脆，这个冰淇淋还挺芝麻味的，这么脆，有点苦味。这脆皮也好吃，香不甜那个。总结一下，酱汁奇怪，食材虽然不是最顶的，但是很新鲜，很好吃，也是高级的食材。甜品太多到吃完很腻。如果来巴黎只能订一家店，讲究实惠好、品质好，那我推荐这家。它好像是耶稣的什么节日，中午没啥人吃饭。餐厅装饰的不错，简单漂亮。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with an appetizer or a bottle of water? In French or in English? En français. En français. Nous avons un bonbon à l'ail. Bonbon à l'ail. And Je sais. garlic candy. And this one, it's a pillow. Pillow. It's an oreiller. An oreiller. À la châtaigne. It's a chestnut pillow. Oh. Inside you have chestnut. Oh, okay. Sure. Wait a moment. 他英语说是栗子味的枕头和蒜味的糖，我是没吃出来，味道一般吧。So we start here with the carrots and mustard cream with the old Parmigiano emulsion and burnt onion. Thank you. Please enjoy. 胡萝卜奶油汤味道还可以，奶油挺香的，吃到这个菜基本感觉没踩雷，这家不粗糙。Langoustine and coconut soup. Coconut soup. With butternut. Oh. Red wine sauce and black truffle. Please enjoy. Thank you. 上面这个好像就是个炸鱼，味道一般没腥味，就炸肉的味道。这个是个水果，味道一般，带点甜味吧，味道忘记了。下面就是个龙虾椰奶汤，汤做的还可以。这道菜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也吃不出啥惊艳的感觉。黑松露一般，香气不够，反正除了之前东京吃那个怀石料理，意大利松露盖饭，那个松露是香的吓人，其他的松露我吃着感觉都差不多，没啥味道。就这个菜，你就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荷包溏心蛋吧。旁边还有几个猪肉火腿、五花肉，有点咸，味道跟中国的差不多。下面这个红酒的酱汁，我也没吃出有啥特别的。这道菜味道还可以，就是感觉没啥硬菜。现在要来帮我做火烧鹧鸪了。性价比其实来说还是可以的，但是肯定吃不满足，因为我们不太习惯欧洲的这样高消费。拆开来看，前菜10欧元，甜点10欧元，主菜30欧元，其他10欧元。拆开的话，在外面消费也就这个价格，这种还是在米其林餐厅，所以其实价格还行。
Oui. Le pigeon. Merci. Je me suis prêt. You want wine? No. 鱼肉一般，梅腥味嫩，不是最顶的。海鲜还是要安特卫普好吃点，巴黎的要差一点。鹧鸪肉梅腥味，吃着比较面，说难吃也不难吃，但是也谈不上好吃，感觉像在吃猪肝一样，也不知道它淋的是啥东西，反正也没啥它淋东西的味道，就一个咸味的调味。旁边土豆就是一个比较面入味的土豆。这个是个脆的蔬菜，味道还可以。鹧鸪的腿很好吃，嫩香皮软，比那个肉好吃太多了。可惜就是太少了。鸽子腿好吃。Chestnuts and for Monsieur the vacherin with exotic fruit. Okay, thank you. 绿色的这个东西好像是苦的。是这个巧克力芝麻酱太甜了，还腻，不好吃。真的，如果你吃完3个的话，可能会被腻死。柠檬的。旁边这个就是椰蓉酥。这个是椰皮花。芒果质量很高，很甜，很软，很嫩。哇，这个芒果太丝滑了。饼皮有点腻，没芒果好吃。我妈吃巧克力芝麻腻不住了，我帮她再吃一口。总结一下，味道没有任何问题，除了甜点太腻，缺少经验的感觉。国内要做出这种水平的法餐也做不出来，日本可能也做不出来。虽然我评价没那么高，但是这家店还是有实力的。我点的60欧元特价午餐，吃不到什么东西也正常。来巴黎玩没吃过法餐的，省钱的可以试一试，应该会惊艳。我主要最近几天吃太多，有点没感觉了。后面2个甜点，苹果派不甜，巧克力也不甜，但是这类东西吃那么多，真的有点扛不住。我看了下，附近有个4.8分的米其林指南，价格也相对便宜，就想来试试。刚去的时候没人，巴黎吃饭时间一般都比较晚，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你们看这种店也不算在那种特别游客的地方，生意那么火爆，我今天还踩雷，你们就看看吧。欧洲消费比较高，踩雷成本基本是500块往上走，如果中午来的话会好一些。就他说这个不是酒，是饮料，喝着就是一个姜味类似啤酒的口感。前菜我点的是猪脸肉加黑布丁，就是血肠，先点个试试。
不要点太多菜，不然踩雷的话真的扛不住。肉炖煮的口感是软糯的，口感是比较好，但是有一股俗味。俗味的意思就是老旧的味道、粗糙的味道，不是腥味，隔夜菜的味道，不新鲜的味道。下面血肠有点血味，但是这个菜的调味比较咸，想压下去这股味道没压住。自己骗自己的话是能吃下去的，不浪费。有的人不在意，可能吃不到这股味道。反正我妈好像没吃出来，但是我面包正常水准还可以。巴黎的面包我基本是吃不惯的，太酸了。我喜欢安特卫普面包的味道。我搞了点酱汁再吃一下，确实不太行。那个就猪脸肉前菜真的是踩雷。我妈是抱着不浪费的精神。面包是可以的，虽然我有点吃不惯。其他几家我满意的餐厅面包跟这个也差不多的。我妈吃的是上海白菜配黄鲈鱼，我吃的是鸽子配鹅肝。如果是我眼睛尖的观众，看品相就知道不行了，有点类似上海米其林3星的品相。我就说一个点，这个鱼肉绝对不是雪白的。腥味太重，我都要吐掉了。我妈是不浪费的精神扛着吃的。我现在弄的这个是鹅肝，右边是鹅肝，下面是鸽子肉，左边也是鸽子肉。鹅肝的品类品质是没问题的，入口即化，爆炸的奶油一样，就是有一股俗味。这鱼还吃到后面还可以。就这个鹅肝是没腥味的，就是那种老旧的味道，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土豆泥弄得倒是很细腻，但是没味道，奶油味完全没入进去，挺差的，就像在吃清水煮土豆的味道。白菜小白菜。鸽子肉也是一股血味，跟一股老旧的俗味。如果觉得我吃不来这种生鸽子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另外一期节目安特卫普米其林2星，那个鸽子比这个生的多，吃着比这个细腻新鲜，一点腥味俗味都没有。下面这个鸽子肉也是一股老旧的味道，今天太难受，环境那么干净的店，居然做菜那么粗糙。我妈是自己骗自己，全部吃完没浪费。我吃到一半马上叫服务员，后面甜品别上了，退了，味道真的吃不下去。如果你们入门接触这种法餐，效国外不懂吃，那没问题，巴黎正常踩雷。今天特别无语，吃了没有龙虾扇贝的龙虾扇贝主菜，还吃了一个15元免费的沙拉，太无语了。我点的主菜是越南风味沙拉，主菜2个扇贝龙虾汤，一个烤野猪肉。我今天反正是踩雷了，一会儿给你们看看为什么踩雷。我是怀着信任的心情来的，其实上次中午特价套餐就有点踩雷，主菜就有点咸。半年没来，餐厅经营就变成了这样，是真的没有永远好吃的餐厅。我上次来他们家蔬菜很惊艳，其实中午来吃特价套餐的时候就没感受到蔬菜的惊艳，也有可能是夏天的蔬菜会好吃一点。就这个沙拉就是越南沙拉，这个15欧元，我有点无语，完全没特色。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个是免费沙拉，这个完全就是个免费沙拉的品相，吃着也就稍微带点酸味，蔬菜也不出彩，就跟很多餐厅免费的沙拉味道是一样的。
点这个，那我还不如点鸭肝酱，好像比这个还便宜。就这种品相和味道，真的就只能是免费沙拉的水平，蔬菜没啥特殊的。我当时是有点无语，还是抱着对主菜期待的心情，继续等会儿。毕竟上次吃的2个都不错，一个羊肉主菜，还有个牛排主菜，牛排配的那个茄子也是超级惊艳。哎，我这次真的是有点无语。他们家的这个南瓜面包还是挺用心的，其他家没见过这样的。我吃过的店，如果我再去吃，味道变了，我还是诚实的告诉大家，避免你们再去踩雷。我频道的意义就是没情商的追求客观事实，像这点应该别的频道做不到。我肯定不会为了维护之前自己说的，但是现在味道变了，也要尊重客观事实。他们家以前我评价特别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仅肉类做得好，蔬菜选的也特别惊艳。他每次会在主菜或者前菜配的蔬菜质量完全不一样，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之前吃他们家的视频，应该是去年有2个视频。他们家主打的是时令农场蔬菜，我觉得以前他们是有做到他们说的，但是今天上来一个15欧元的沙拉，完全就是免费的水平，味道也是免费的水平，接受不了。假设这个沙拉蔬菜用的特别惊艳，我肯定会狂吹一番，然后你们看视频可能觉得一般，但是真的就是味道真的就是免费的水平。一会儿还有更多更无语的，一会儿我会继续讲。反正这次吃的真的很失望。首先这个是扇贝龙虾汤，我是有点无语的。你们应该看不到龙虾扇贝在里面吧？这玩意要36欧元，直接把我宰猪。你们看着就是鸡蛋饼加酥皮吧，其实味道也就是鸡蛋饼加酥皮，味道可以说就是一个奶油味重的鸡蛋豆腐丸子的味道，没有任何的海鲜味。要说难吃的话肯定不难吃，但是我花了72欧元买了2份鸡蛋豆腐，我是有点无语的。我妈是吃的很生气，她吃了2口就完全吃不了了，老年人是不可能吃奶油味重的鸡蛋豆腐的。旁边的酥皮就跟面包店买的味道一模一样，就这道菜真的是宰猪。我叫老板娘来说明，她说是打碎的扇贝，那我真的根本没吃出来扇贝在哪里，也没任何味道。而且作为老顾客也没任何赔礼道歉或者换个菜，服务有点无语，直接让我买全单，而且我妈直接就吃了1口，大部分都剩下的。就这个猪肉一股猪的血腥味，而且特别老，我妈为了不浪费还吃完了，很难吃，我是吃了几口真的吃不下去。这个猪肉是又厚又老，还带血腥味，也不好吃。豆腐鸡蛋我是吃完了，因为为了不浪费。反正今天真的踩雷，妥妥大冤种，1000块钱全部打水漂。我还预约了明天的2刷，再吃一次，看看味道到底怎么样。他那个烤鸡是无敌了。我跑去巴黎郊区吃的米其林鸡和蒙马特高地流量高级鸡都不如这个烤鸡。我不是全部吃完，我真不敢说话点评这个店。我以为巴黎的米其林餐厅烤鸡都那么屌的。这个厨房有2个亚洲人当厨师，一男一女，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这店谷歌地图只有4.4分，
在高价位餐厅算低的，可能是老板长得比较像社会人，看着比较凶吧。这个店也没什么服务员，我看了下菜单和环境，菜量小，价格高，算同面积小的。就在这种装修的餐厅里，价格算高的。也只有5道菜，送的东西也少，一般125欧元一个套餐的米其林1星有7道，而且还会送很多甜品，可能就是这样让很多普通人觉得贵吧。Crust starter. It's a black truffle and artichoke puree tartlet with radicchio salad. And you have a celery soup with egg rolled cream infused cinnamon. Thank you. “蔬菜一般，有点老。”这道菜不在5道菜里面。奶油汤很有特色，不是很浓，但是很香，清爽带芹菜的味道，跟传统那种浓的有点腻的不太一样。比较普通，黄油面包，面包带点酸味。Radish and wasabi oil. Okay. 这菜单说是鲈鱼，我吃着像鲷鱼，跟日本的水平差不多的水平。鱼肉没有腥味，带一点奶香味不重，下面有点芥末的味道。旁边好像有个是小橘子，特别甜，具体忘了，隔太久了，以后还是现场录感受，这样记得清楚点。我也不太喜欢别人说假话。1, 2, 3. I can help you. Yes, please. Merci beaucoup. Oh, we don't have the lemon. Us? That's the token ravioli with goat cheese. Cedar praline. The rice, it's like it's a lemon. The flour. Ah, It's a flour and leaf, capucine leaf. oh. Merci beaucoup. Chèvre cendrée et après praliné réalisé avec glace de coco. 上面这个水果皮带点酸甜味，一般。里面有山羊奶酪，有点臭味，但是没羊膻味。上次我在安特卫普吃的米其林2星有膻味。这道菜不难吃，但也不是很喜欢吃。真正的芝士，中国人基本吃不惯。Today the monkfish with 8 steamed potatoes and lobster sauce. 这个土豆挺好吃的，很香，很有味道，不是那种没味道的土豆。安康鱼太顶了，没腥味，鲜，带一点微咸，肉质弹牙紧实，比最近在法国吃过那些鳕鱼都好吃。带点酱油味的生蚝，酱油很少，生蚝还是有点腥味没压下去，算欧洲很好品质的生蚝。
C'est bon? Ok. Alors, to follow the roasted chicken from Ferme en Coton in Béjers. A mushroom ketchup. Mushroom ketchup. Oh. Merci. Merci. Ah oui, non. 旁边好像是个鸡肝，还行，没腥味。你说这是鸡肝啊？应该是一样的。这个鸡肉是我在全世界吃过最顶的鸡肉，没有之一，包括日本。我也不知道是鸡的品质厉害，还是它的技术厉害。真正鸡胸肉做到了全熟，还是弹牙的口感，完全不老不柴，吃着就是感动。东京的烧鸟仙人全熟的鸡胸肉是老的，大阪的世松是生的，才能吃口感好的鸡胸肉。巴黎我去郊区那个米其林1星获奖的餐厅吃的鸡胸肉是柴的，后面视频会做。还有蒙马特高地那个高级烤鸡也是柴的，后面视频也会做。还有那些什么非洲烤鸡、黑鸡，鸡胸都是柴的，肉也是柴的。我吃完那么多才敢说话发这个视频。这个鸡胸肉它不是追求软嫩口感好，是紧实口感好，真的太神了，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Très joli. The Mont Blanc with chestnuts and honey ice cream. Oui, merci. 甜品很好吃，不甜腻。最近我天天吃米其林法餐，吃甜品吃自闭了。很多店不止一道甜品，有的给3道，很多给的小食也是甜的，真的扛不住，每天都吃。下面是个巧克力还是提拉米苏我忘了，反正不是很甜，水平很高。如果你们看我最近巴黎的每期视频就知道，我的差评的甜品实在太多了。我感觉巴黎这边做甜品比安特卫普差得远。连续吃了1个多星期，每天1到2顿法餐，现在有点明白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感受了。啥都体验过了，就真的没有追求了。可能最后还是觉得中国10块钱的面条好吃。这3个小食品都行，不惊艳不算甜。巧克力是黑巧克力，不甜。